他看过了陆太太选的几个日子，最近的是正月初10，距离现在不足半个月了，时间有点紧张。最远的则是今年的初秋。海玲其实是想选定初秋的那个日子，那时候妹妹已经生完了宝宝一段时间，可以参加她的婚礼。江城那边也是尘埃落定，她能腾出时间来操办自己的婚礼。不过她还是先让陆东明看看陆东明怎么选择。陆东明看过后对父母说道：爸妈，我觉得初秋这个日子更好一点，就用初秋那个日子吧。海玲有点意外地看着他，她以为他会心急地办婚礼。很快海玲明白过来，陆东明说过要完全恢复正常了才办婚礼，不想坐着轮椅。到了初秋，相信陆东明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。他现在就康复得很好，医生都说他比其他伤者康复得更快，是他坚持做复健，下的功夫比别人多了1倍都不止，才会恢复得那么好。陆太太等人也想不到陆东明会选择初秋的日子办婚礼。要知道现在还有4天才过年，离初秋还远着呢。陆东明爱惨了海玲，大家都以为他们俩好不容易走到要结婚的这一步，陆东明会迫不及待地办婚礼，风风光光地娶海玲进门的。其他几个日子不是不适合，只是海童还没有生宝宝，他现在身怀6甲的，怕是不方便参加我和海玲的婚礼。初秋的时候，海童已经生完宝宝，并且好几个月了，就可以参加我和海玲的婚礼。海童是海玲相依为命10几年的妹妹，姐妹情深，她肯定想看着最亲爱的姐姐和我走进结婚礼堂。同样的，海玲也想妹妹见证我和她的幸福。商小飞和君然的婚礼都选在海童生完宝宝之后的日子，为的是想让海童能参加婚礼，他会成为海童亲姐夫，更要为海童考虑。海玲忍不住握住了陆东明的一只手，感激的道：东明，谢谢你为我和彤彤考虑。陆东明深情地看着他，说道：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，不在乎再等上大半年，况且我现在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那么多的路，再给我大半年的时间，我一定能在婚礼前完全康复的。我希望我是站在你的身边，与你一起走进结婚礼堂，而不是坐着轮椅。况且他们俩会先拿结婚证，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夫妻了，婚礼迟一点再办完全没问题。战印和海童领了结婚证后1年多才办的婚礼呢。陆太太与丈夫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说道：既然你们俩决定了选初秋那个日子，那就用那个日子吧，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帮你们准备着婚礼事宜。海玲的婚纱需要重新定做吗？陆太太问着儿子。她知道陆东明提前帮海玲定做婚纱的了，目测海玲比之前瘦了点儿，不知道儿子当初请设计大师量身定做的婚纱合不合身。陆东明说道：不用重新定做，我之前帮海玲量身定做的婚纱现在还在赶工，还没有做出来的。他请的是知名服装设计大师帮海玲定做婚纱，当初战印和苏南都是请了那位服装设计大师，帮他们心爱的女人定做婚纱。海童和沈小军穿过的婚纱，陆东明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到了他和海玲，他也听了好友们的推荐，也是请同一位设计大师帮海玲量身打造属于她的婚纱。海玲又看着他，说实话的，他并不知道陆东明早就让人帮他量身定做婚纱了。他衣着的尺寸，陆东明他应该知道，不说他抱他不知道抱了多少回，眼神毒的他目测都能目测他衣着的尺寸。他还可以问妹妹要他的穿衣尺码及喜好，喜好应该不用问，两个人好歹认识了2年，他有什么喜好，陆东明自己就很清楚。彤彤也没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儿，想来是瞒着他，准备给他一个惊喜吧。陆东明与他对视着，温声解释的道：在你答应了年前和我领结婚证后，我就赶紧联系了战印和苏南推荐给我的服装设计大师，问了彤彤你的穿衣尺码，
自己也偷偷的丈量过，确保不会错了，再请大师帮你量身定做婚纱。我觉得战印和苏南给他们老婆定做的婚纱都很漂亮，也想给你穿同一个牌子的婚纱。海玲，我说过的，别人有的你也会有，你有的别人不一定有。两个好哥们用实力宠妻，宠妻行径多得很。他被两个好哥们喂了无数狗粮后，就是借鉴都能借鉴很多宠妻的手段。不过他不用借鉴，他发自内心爱着海玲，宠着她，想对她好。能摘得下星星和月亮，他都会给她摘星星和月亮。天底下的好东西，只要他能弄到的，恨不得都弄来送给海玲。他和商太太还有海童保证过，不管海玲嫁不嫁他，他都会对海玲好。海玲若肯嫁给他，他宠海玲一辈子；若是海玲最终拒绝了他，不想嫁给他，他就在他身边守护他一辈子。商太太是很了解他的为人，他的保证商太太很满意，海童也相信他说得出做得到，一放心将他最敬重的姐姐托付给他。海玲笑，忍不住就往他的肩膀上靠过去。东明，谢谢你为我做了那么多。陆东明揽住他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我只想给你最好的。啧。陆家三少爷啧有声，打断了两个人秀恩爱。我跟老四做了30几年的兄弟，一直以为老四心粗得很，不懂得体贴人，也不会说甜言蜜语，今天才知道我错了。老四的甜言蜜语张嘴就来，这话说得太甜了，我。陆太太瞪着三儿子，在老妈儿子的瞪视下，陆三少爷调侃的话没有再说下去。在遭到自家媳妇的掐大腿后，陆三少爷嘻嘻地笑。东明说的是真心话，可不是骗人的甜言蜜语，他这是真情流露。陆太太说，老三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我看呀，最不会说话的人就是你，难为你的老婆了，能忍受你。他怎么了吗？他对老婆也是掏心掏肺的。陆太太说了老三后，再看向小儿子夫妻俩，神色温和地问道，东明，海玲，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？明天吗？民政局的人很快就放年假了，最好就是在这2天去把手续办了，早点拿了结婚证，也好安了小儿子的心。婚礼大半年后再办没事，拿了结婚证，成了合法的夫妻，小儿子就不用独守空房，可以过着夫妻恩爱的生活。说不定到办婚礼时，海玲肚里能揣着他嫡亲的孙儿或孙女呢。陆太太心里是希望海玲能为小儿子生个孩子，不拘男女，有一个是儿子亲生的都可以。若是海玲真不想生，东明对洋洋那么好，洋洋有明事理，3观正的亲妈和亲姨教导着，想来也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，以后会养东明老。这个问题陆东明就让海玲回答。海玲也没有想太多，说道，明天吧，明天我和东明就去民政局办结婚手续，中午回来吃饭，晚上去我大姨家里吃饭。大姨和钟爷爷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吃饭。陆太太笑道，好。她通知亲戚好友过来吃饭，也是明天。陆太太又让丈夫上楼去，在她的梳妆台上拿一那个红色的锦盒下楼，那是她给海玲准备的礼物。陆父老老实实的上楼去帮老七拿东西。陆太太从丈夫的手里接过了那个红色的锦盒，打开了盒子，那是一套翡翠首饰，翡翠的成色很好，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身为陆家的当家太太，又是当婆婆的人了，可以说一辈子都生活在富贵窝里的陆太太，她拥有的翡翠首饰就没有一件便宜的，都是用的成色好的，随随便便一件拿出来都不便宜。她年纪渐大后就很喜欢戴着翡翠首饰，就是现在她也佩戴着翡翠项链、翡翠手镯和耳环。海玲，这套首饰是我送给你的新婚贺礼，虽说婚礼没有那么快办，领结婚证也是大喜事，咱们得祝贺一下。明天家里也会请客吃饭，为你引荐一下咱们家的亲戚朋友。
我4个儿媳妇，每个儿媳妇进门时，我都会先送一套翡翠首饰，除了你们大嫂的那套比你们3个的稍微贵重一点，那是因为她是长嫂，你们3个的都是一样的。陆太太将首饰盒递向海玲，海玲看了一下陆东明，陆东明说道：妈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我记得我3个嫂嫂进门时，我妈的确是每人都送了一套翡翠首饰，当然了，她母亲的珠宝库里还有很多的珠宝，只要儿媳妇讨她母亲欢心，母亲都会赠送一些珠宝首饰给儿媳妇们，还有她的那些侄女，也从母亲那里获得不少价值不菲的珠宝。她因为一直未婚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，母亲就没有送过东西给她，但母亲和她说过，只要她结婚，母亲也会送些珠宝给她的另一半。母亲说她攒了一辈子的珠宝首饰，就是留给儿媳妇和孙女们的，谁叫她没有女儿呢？儿媳妇虽不是她亲生的，只要嫁入了陆家，跟陆家男儿好好过日子，为陆家生儿育女，她就当女儿来疼，分一些珠宝给儿媳妇们，以后他们的东西还不是留给孙辈。陆太太的几个亲家都是有钱人，儿媳妇们嫁入陆家时带来的嫁妆就雄厚得很，他们也都不缺珠宝。不过婆婆赠送的，他们还是欣喜地收下，并表示以后再赠送给他们的儿媳妇。至于女儿们的嫁妆吗？几位陆少奶奶都另外给女儿积攒着珠宝首饰。总之，不论男女，他们陆家都会平等对待，不会重男轻女。陆太太本人反而更喜欢孙女呢，因为她没有生有女儿，只有4个儿子，儿子们结婚后，先生的也是孙子。她当初还怕死陆家也会像战家那样成为和尚庙，还好孙辈有孙女儿，还有好几个，陆太太才放下心来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还是孙子多，目前7个孙辈，有4个孙子，3个孙女。老四陆东明婚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添个宝宝，生的是儿子是女儿都是未知数。陆太太是希望海玲和陆东明生个女儿的，像海玲的女儿不要像她的儿子。老四显得粗了点儿，海玲这才接过了陆太太送给她的一套翡翠首饰，并改口道谢：谢谢妈。陆太太眉开眼笑的：谢什么呀？妈的珠宝首饰都是给你们的。陆太太身为准婆婆，她都送了礼物给海玲。陆东明的婶婶、姑姑以及3个嫂子也纷纷送了礼物给海玲。海玲没想到跟着陆东明过来吃饭，会收礼物收到手软，不收还不行，不收他们会生气，说他嫌弃，他只能照单全收。被陆浩带着出去疯玩的洋洋回来后，也收到了来自长辈们的礼物。在陆家用过晚饭后，海玲带着洋洋和陆浩推着陆东明出去散步。2个孩子出了屋，就像脱缰的野马，很快就跑得不见踪影。海玲笑道：我算是知道妈和3嫂为什么会头疼了，小七是太疯了，也怪不得洋洋老是念叨着小哥哥。这个小哥哥比他的九叔更会玩，占九少马上就是个高考生，虽然还有点青涩，却比陆浩成熟稳重的很，也就是偶尔会放肆一点，带着洋洋到处玩，更多时候他就是洋洋的保姆一样陪玩的，保护洋洋的。陆浩不一样，他比洋洋就大几岁，正是玩心重的年纪，带着洋洋呀，那是到处疯，爬高爬低，就没有一刻钟能够安静下来的。洋洋只要有伴一起玩，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陆东明说道：洋洋还小，小孩子就是开心最重要，让他无忧无虑地度过他的童年。等到他上了小学，学习压力会重一点，可能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放肆地玩了。洋洋再聪明，需要学的东西也会很多，到时候一样会觉得时间紧张，有点压力的。能吃得了学习的苦，将来出到社会就不用吃那么多社会的苦了。虽说洋洋背后有几大家族撑着，他就算是一团烂泥，大家也会想办法扶他上墙。
但大家还是希望他能够自身就很优秀，那样都不用大家怎么扶，他自己也能撑起属于他的一片蓝天。对于洋洋以后的学习安排，陆东明没有去想，却知道海玲对洋洋寄予厚望。海童这个当小姨的，对外甥的培养也没有放松过。就是洋洋现在才上幼儿园，已经开始学琴棋诗画的了，不过是先打好基础，毕竟年纪还小，先培养出他的兴趣。也就是放寒暑假，洋洋能够放肆的玩。海玲姐妹俩管教孩子都是一样的态度，学习的时候就认真学习，玩乐的时候就认真的玩。海玲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趁他还小，让他再好好的玩上2年了。江城那边稳定下来后，洋洋就要去江城读书生活，不知道他肯不肯去。若是洋洋舍不得管城这边的所有人，留洋洋在管城读书也不是不可以。有妹妹、大姨以及陆家帮忙照看，他是能放心的。只是孩子还那么小，长期母子分离，海玲担心不利于儿子的健康成长。带洋洋去江城生活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，熟识的人都不在那边，洋洋就要重新开始，也是一种挑战。远处传来了洋洋和陆浩的笑声，陆东明望向前方，却看不到2个小家伙的身影，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个角落里玩，笑得那么开心，笑声都传得老远的。到时候征求一下洋洋的意见吧，他想去江城就去江城，想留在管城就留在管城，年后可能还是你一个人去江城孤军奋战，我和洋洋都只能留在管城。陆东明话里有着愧疚，他拍拍自己的腿，我虽说能走路了，但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的路远了点儿，我的腿就会钻心一般的痛，无法再坚持下去，还得继续做着复健，下半年吧，下半年我肯定能恢复如常的了。我行动不便，去了管城也容易拖你的后腿，非但帮不到你的忙，反而会让你分心，让你更累。我留在管城看着洋洋，照顾好洋洋，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你在江城只管拼你的事业，稳定你接过来的大集团、大家族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天塌下来都还有我们帮你撑着。陆东明也想跟着海玲去江城生活，海玲一旦接管了凤氏家族，就会改回凤姓，然后她这个当丈夫的则是凤家的上门女婿了。她不在乎上门不上门，只要能和海玲在一起就行。但她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去了江城容易拖累海玲，她唯有狠心的先和海玲分居2室了。东明，那是我的责任，我会挑起来。大姨决定让我去挑那个担子，是对我的信任，我也有信心能挑起来。你不用自责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早点恢复正常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，年后我要去江城了，再和洋洋聊聊，问问他的意思。陆东明恩着，洋洋还是个小屁孩，他们还是会尊重洋洋的意见，让洋洋自己选择，不会强行带着洋洋去江城。年后海玲也的确会很忙，就算带着洋洋去了江城，她也无法亲自照顾洋洋，只能将洋洋交给保姆。那样的话，还不如将洋洋留在管城呢。亲戚朋友都在管城，想必洋洋也是会选择暂时留在管城吧。明天我们约几点？陆东明换了一个话题。海玲笑，只要是工作时间内都可以。顿了顿后，他说道：上午9点吧，彤彤和战印会过来，等他们来了，帮我看着洋洋，我再出门。你在民政局门口等我就行。不，我要和你一起出门。陆东明不愿意在民政局门口等待，他要和海玲一起出门前往民政局。带着洋洋吧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组成了一家3口。要带上洋洋，从明天开始，他正式成为洋洋的爸爸了，哪怕是后爸也是爸。
陆东明是真没想到，他第一次那么喜欢一个孩子，最后他会成为那个孩子的爸爸。海玲想了想后说道：也行，那就带上洋洋。对了，我们结婚后洋洋不会改姓，这是我和周红林离婚时他提出的离婚条件，我既然答应了他，就会做到。洋洋依旧是周家的孙子，姓周，不会改姓陆。陆东明爽快的道：我能接受，我也知道，不管我对洋洋多好，我都不是洋洋的亲爸，他是有亲爸的。周红林现在对洋洋也不错，他也如常支付洋洋的抚养费，有时间了也会过来看看洋洋，陪伴一下洋洋，算是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亲爸这个位置不是想抢就能抢的，我不会要求你给洋洋改姓，他永远都是周红林的儿子。海玲感激的道：东明，谢谢你理解我，咱们都要成为夫妻了，还跟我那么客气做什么？海玲笑，他停下脚步。陆东明是坐在轮椅上，由他推着走的，他停下来，陆东明自然也停了下来。他扭头看他，恰好他俯身凑过来，就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。陆东明立即得寸进尺地拉他到他的前面去，再拉他扑入他的怀里，他揽紧他的腰肢，就堵住了他的唇。一吻之后，陆东明低哑地请求海玲，今晚别回去了，可以吗？他想和他有夫妻之实，明天就领证了，等到明天晚上，他都觉得时间好漫长。海玲脸有点红，她都是生个孩子的人了，但和陆东明恋爱，她还是会流露出小儿女之态。爱与被爱是不一样的，被人爱着捧在手心里，小心呵护，那是很甜蜜的事，也会让她不由自主流露出娇羞之情。今晚要回去的，明天晚上你可以在我那边过夜，或者我在你家里过夜，好吧？陆东明笑着，那明天晚上我去你那里过夜，在哪里过夜都可以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他住的别墅区，他在那里同样有房子，只要有他在，那就是他的家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清晨，海玲都还没有起来，不过刚醒就听到院子里有开门声，很快便听到帮他看守着家门的阿姨说话的声音。听那阿姨说道：大少奶奶这么早就过来了？我姐今天要去办她的人生大事，我醒了就睡不着，干脆就过来看看。姐姐要和陆东明领证结婚，海童是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她就是兴奋，就是开心的睡不着，被战印哄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睡着。天刚微微亮，她梦到了父母，然后就醒了。醒来再也睡不着，非要回娘家。已经开始放年假的战大少爷以为放了年假就能睡个懒觉，结果他的老婆大人睡不着，没法子了。宠妻的战大少爷只能大清早就陪着老婆回娘家。阿姨笑道：海小姐还没有起来呢。没事，我不会吵着姐姐的。海童回了娘家，心就安稳了。他还带了很多东西过来，有营养品，也有他夫妻俩给姐姐准备的新婚贺礼。姐姐昨晚给他发信息，告诉他今天会去民政局领证，然后婚礼等到初秋再办，那个时候他已经生完宝宝几个月后，可以参加姐姐的婚礼了。亲姐妹，就是姐姐现在办婚礼，她也可以参加姐姐的婚礼，只是婚宴上人多，姐姐担心别人会不小心碰撞到她的肚子，为了她和宝宝的安全，姐姐才会选择初秋的日子办婚礼。战印和阿姨夫妻俩把东西往屋里搬。昨天海小姐去陆先生家里吃饭，在电话里告诉我了。我回来后发现海小姐从家里带走了很多补品，那都是大少奶奶送过来的，但是小姐吃不了那么多，跟我抱怨家里营养品都堆成山了。这好不容易送了一批出去，大少奶奶又送这么多过来，待会儿小姐起来看到又得说大少奶奶了。海童笑道：我也是吃不了那么多，只能往我姐家里送。都说了我不需要吃那么多营养品，亲朋好友只要去看我，都是送补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她现在什么都不多，最多的就是补品。
管成那些药店的营养品、各大商场的营养品，可能都被买了个精光，然后送给她和沈小军。她只是怀孕，又不开药店。现在她家里的补品堆成山，比药店还多。不知情的人看到她的那一大堆补品，会以为她是开药厂的呢。阿姨，我今天想吃点清淡的早餐。海彤大清早就回娘家，自是没有用过早餐。她挺想吃姐姐亲手做的饭菜，但姐姐还没有起来。今天又是主角，她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在娘家吃一次早餐也可以了，晚上再去大姨家里吃饭。好，阿姨笑着应，我现在就去准备早餐。海小姐和洋洋快要起来的了。说着，阿姨放下了东西后就去厨房准备早餐。她的丈夫继续出去搬东西，战印就没有再跟着出去。海彤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没坐2分钟又起身，对丈夫说道：我上楼去看看洋洋。我陪你。战印陪着她上楼。洋洋住的房间挨着客房，那间客房只比海玲睡的主人房略小一点，是比洋洋的儿童房还要大的。这是海玲特意留给妹妹回娘家住的房间，说是客房，却只有海彤夫妻俩可以入住这间房。洋洋昨天和陆浩疯玩了大半天，昨晚回家后倒头便睡，此刻都还在梦中，睡得可香了。海彤在洋洋的床沿边上坐下来，看着洋洋的睡颜，眉眼柔和，片刻忍不住伸手去摸摸洋洋的脸，手底下的皮肤光滑嫩得很，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光滑。海彤说了句：七哥来追我呀，嘻嘻。洋洋说梦话了，还笑。他梦到了他和陆浩玩耍的情景，叫陆浩追赶他。在陆浩开始追赶他的时候，他转身就跑，还笑得很开心。梦到开心的事情，他就笑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。七哥，我有2个爸爸。洋洋又说了句。海彤失笑，对身边的战印说道：洋洋昨天玩疯了吧？说梦话都是与玩有关。他轻捏一下外甥的脸。洋洋是有2个爸爸，2个爸爸都疼爱你，所以洋洋能得到2份父爱。他温声说着，也不管外甥能不能听进去，俯下身去，他在洋洋的脸上亲了亲，所以洋洋要快乐哦，永远快乐。小姨就希望你一辈子无忧无虑的，健康成长，无忧无虑。洋洋睡得太沉，没有回应他的小姨。海玲站在门口看着，眼神里满是温情，也有着满足。妹妹夫妻感情好，又怀着身孕，很快她也会有一个外甥。只要妹妹平安生娃，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而她自己呢，重新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情。儿子乖巧懂事，她今天要嫁的男人负责任有担当，对洋洋像亲生的一样。事业她也有了。海玲觉得老天爷还是厚待她的，过去是让她吃过不少苦，又遭受婚姻的背叛，但却给了她另一份好姻缘。陆东明比周红林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不是说钱财的问题，是陆东明对待感情比周红林要专一。老公，咱们若生的是儿子，像洋洋这般可爱，其实也不错的。战印温和地道，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，我都喜欢。这话他不知道说了多少次，但他没有半点不耐烦。他知道海彤还是有点压力的，他很想满足他和家人的愿望，替战家生个女儿出来。生孩子又不是想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想生女儿就生女儿的，随缘吧，只要宝宝健康就行。他一次次的包容，能化去海彤内心的压力。我姐和东明哥结婚后，希望过2年，他们能生个2胎，给洋洋添个弟弟或者妹妹的。一个孩子始终是孤单了点儿。海彤笑，我们未必能生有女儿，我姐和东明哥说不定能生个闺女呢。海玲听到这里接过话来，我今年内不会考虑生2胎的。彤彤，你也不用给自己压力，战奶奶还有亲家母他们努力了那么多年，都未能如愿呢。姐，
你醒了。阿姨说你还没有起来，我都不好去打扰你。看到姐姐走进来，海童起身，笑着叫了姐姐一声。你刚回来，我就醒了。海玲轻声说道，洋洋还在睡，我们到楼下去，或者陪姐姐出去走走。姐和东明哥约的是几点？海童担心姐姐会迟到。海玲好笑的道，最快也要等人家上班的呀。约的是上午9点，早得很呢。三人走出了儿童房，下楼去。战印留在屋里，海玲姐妹俩出了主屋，在院子里散步。海玲现在住的这栋别墅本来是战印名下的，她半卖半送给大姨姐。是海玲坚持要买，不肯接受她的赠送，她才会收点房款，免得大姨姐不接受。战印名下的别墅占地面积都不会太小，一般都会带有院子。不过海玲现在住的这栋别墅院子不算很大，姐妹俩在院子里闲逛，主要是说说话。姐，你和东明哥结婚后还会要2胎吗？海童问了陆家人挺想知道答案的问题。海玲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姐要接管凤氏家族，既然接管凤氏，就得守着凤氏的规矩，短期封。我是无法一下子修改凤氏祖宗留下来的各种规矩的。凤家家主之位是传女不传男，我现在只有洋洋一个儿子，为了让凤家有个接班人，我是要生个2胎，拼个女儿吧，既可以儿女双全，也是给自己生个接班人。商太太跟海玲说过，上位后可以着手修改凤家的规矩，只是那是漫长的工作，毕竟凤家的规矩代代相传，传到如今都不知道多少代了。凤月也尝试过修改各种规矩，免得被规矩束缚着，但是凤月也还没有完全成功。至少凤家传女不传男这一点，凤月就没有办法改过来，也不想改，因为他的3个儿子实在是没有那个本事挑起一个家族的重担。海玲现在还没有真正接管凤氏家族，以后改革会是什么成果，还是个未知数。有一点，他和凤月想的倒是一样，对于家主之位传女不传男，修改的意愿并不强烈，顶多就是在其他职位上能者贤者居上了。不过今年内姐不想要2胎，今年姐会很忙哦，我是指明年，今年马上就结束了，是年后她很忙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养育一个孩子，就是洋洋她都考虑将儿子留在管城呢。没事，姐先站稳脚跟，反正姐还年轻，不着急。东明哥想来也不会催你，他对洋洋那是视若亲生，有洋洋，东明哥感觉都知足了。当然了，姐姐愿意和陆东明再生个孩子，不管是他还是陆家都会开心的。他是觉得姐姐和陆东明有个孩子会更好一点。他都不想再要孩子，说有洋洋一个就足够。陆东明并不在乎亲生不亲生的，海玲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他只在乎他。海玲若是不用接管凤氏家族，他可能需要考虑好几年，才会决定要不要生2胎。不过陆东明对他一往情深，为了陆东明，他还是要个2胎，好歹让陆东明有个亲生的孩子。他不能过于自私的，不能只想到自己和洋洋，也要为陆东明考虑考虑。对了，有件事姐想请你继续帮个忙。海童说道，姐，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，咱们是亲姐妹，有什么事尽管说。过了年我还得再去江城，洋洋我想还是先留他在管城读书生活，等我稳定了，征求一下洋洋的意见，他若是想跟着我去江城生活，就带着他过去，若是不乐意，只能拜托你继续帮姐照看着洋洋。我以后会更加的忙，对洋洋是很难做到像以前那样亲力亲为了，就算请很多保姆照顾他，他也会觉得孤独。保姆的照顾哪里能比得上海童这个亲小姨的照顾？海玲还没有问儿子的意思，以他对儿子的了解，他敢说洋洋是选择留在管城的，至少今年内洋洋都不想离开管城。海童说道，你要是带洋洋去了江城，我还不习惯呢，洋洋从出生到现在
都在我的眼皮底下成长，他是我的外甥，却像儿子一般，我疼爱他不亚于你。洋洋要是愿意留在管城，暂时不跟你去江城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姐姐放心便是。等到洋洋要上小学了，姐姐在江城也站稳了脚跟，再接洋洋过去，你们是母子，总不好一直骨肉分离的。反正战家在江城也有事业，我和战印时不时去那边打理一下那边的生意，也能经常见面。海童已经计划在江城买房子了，有时间他就去江城那边住，距离姐姐就近。他的蔬菜公司也开始在江城布局，等他生完宝宝，计划在江城管辖下的乡镇再租些田地，打造成新的菜场，种上蔬菜瓜果。只要他想，哪里都可以做成他的生意。海玲点头，等我和东明领了证回来，我就问问洋洋的意思。周家有没有联系你？海童忽然问着。周红林知道你和东明哥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洋洋跟他爸还是有话说的，洋洋都跟他爸说了。亲生父子吗？周红林对儿子也不算差，父子俩多少都有点感情及话题。没有联系我，周红林向我承诺过，除了与洋洋有关的事，不会再管我的私事。我和他都离婚2个年头，他又再婚，如今他不过是洋洋的爸爸，于我来说连朋友都不是了。当初离婚闹成那般，2个人无法做到再见亦是朋友。过2天我会送洋洋去周家住上2天吧，除夕那天再接回来。他是周家唯一的孙辈，现在寒假期间，总要让洋洋回去和他们聚聚的。现在公司工厂都放了年假，大家已经回老家过年。以往热闹的街道现在都冷静了很多，车流量也少了。周红林应该也不跑车了吧？送洋洋回去，父子俩也能相处相处。